活鱼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走水地区，紧邻东京湾，四周被低矮丘陵与海岸线环绕。这座废弃旅馆曾是昭和时期颇具人气的海产料理旅馆，以现捞即食的活鱼刺身套餐闻名。旅馆主打海景房，面海而建，楼高3层，拥有2楼与3楼的开放式阳台，在晴朗日子里能远眺东京湾对岸的房总半岛与横滨港夜景。然而随着昭和末期泡沫经济崩溃，加上交通逐渐便利，游客转往更现代化的温泉饭店或都心饭店，活鱼饭店的经营陷入低潮。旅馆负责人传出欠债逃亡，饭店在无预警下突然停业。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与拆除经费问题未解，整栋建筑被遗弃原地，随风雨侵蚀，铁锈斑斑，玻璃破碎，常年覆满海盐与苔藓。走水地区平日人烟稀少，仅有少数渔船与老居民活动。每当黄昏之后，整个区域陷入浓雾与潮湿气息之中，活鱼饭店如同一座漂浮在时间之外的王者之家。这里也成为了灵异探险者与都市传说爱好者的朝圣地。以下是过往流传的灵异经历。哭泣的女子。有一位在地钓客名叫佐久间，常年在走水海岸钓鱼。他回忆起一件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的夜晚。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海面泛着微光，风很强。佐久间照例坐在活鱼饭店后方的消波块上垂钓。当时已是深夜11点，岸边只剩他一人。海风呼啸声中，突然传来一阵断续的呜咽声，像是女人低声啜泣。起初他以为是风声与潮声交错产生的幻听，但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是站在他身后不远处，一位女人压抑着悲伤的啜泣声。佐久间回头查看，黑暗中只有破败的饭店轮廓与被月光照亮的2楼阳台。他心中一阵发寒，加快收线准备离开。这时，一道女声低低地从风中飘来，还我来。他吓得连鱼竿都来不及收，拔腿就跑。回头一瞥，只见饭店2楼的阳台上，像是多出一个人影，红衣飘逸，头发湿哒哒地垂落肩头，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海面。他事后再怎么回想，都说不出那晚有没有真的人站在那里。他从此再也不在活鱼饭店附近钓鱼，甚至转往别的港口避开走水一带。照片中的不明人影。一群热爱废墟探险的年轻人曾于某年夏季深夜潜入活鱼饭店进行拍摄。他们使用相机记录过程，准备上传至社群平台当作都市探险的内容。整栋建筑内部早已荒废，地板塌陷，墙面发霉，还有积水与破烂家具，但年轻人们兴奋地穿梭其中。其中一名成员拓海负责拍摄照片，他在3楼走廊尽头拍了一张角落老椅子的照片。当下大家都没注意异样，直到隔天整理照片时，发现那张老椅子旁竟站着一个穿着和服、长发披肩的女子。她没有脸，脸的部分像是被雾气涂抹般模糊扭曲。更诡异的是，拓海当晚拍照后曾感到背部发冷，一回到家就发烧3天，梦中反复梦见一个无脸女子坐在床边，低声说着听不懂的话。事后他们再返回那处查看，却发现那张椅子根本不存在于原处。老居民说，那里曾是某位年轻女房客的房间，据说她在一个大雨的夜里喝醉后自杀。后来那间房封锁，但屡次传出有脚步声从里头传来。2楼阳台的红衣女。最为人传颂的是那名红衣女子的传说。据说她原是旅馆的常客，一位陪酒女郎，与某位经常前来度假的中年男客发展暧昧关系。男方承诺会离婚与她共度余生，但某天突然音讯全无，据说在外地另组家庭。女子心碎之下在旅馆2楼房间吞药自杀，死前身穿艳红和服，涂着浓妆，被发现时双眼睁大，嘴角还挂着血。从此以后，每当接近农历7月，总有人说在旅馆的2楼阳台看见一名红衣女子伫立海风中，面向东京湾远方，
像是在等人归来。他从不动也不发声，但总有人觉得他的目光能穿透夜雾，看见你的灵魂。有一位拍摄团队曾经架设夜间红外线摄影机，捕捉2楼阳台画面。凌晨2点左右，镜头突然模糊，画面里缓缓出现一团红影，随即清楚地浮现女子身影。他仿佛感知被观察，慢慢转头看向镜头。那段影片仅出现几秒，设备便瞬间宕机。此后摄影团队再未返回，甚至有人传言当晚负责监控的成员隔日车祸重伤，留下后遗症。红衣女子的影像也成为当地论坛流传至今的禁忌画面之一。2023年秋季，一位日本知名灵异系 YouTuber 幽界旅人 Yukai no Tababito 前往废弃的活鱼进行夜间实况直播。他以直播方式记录整夜的探险过程，并设置3台固定摄影机，分别放置于1楼大厅旧柜台旁、2楼红衣女传闻阳台前、3楼走廊尽头的废弃房间口。整个探险前期气氛诡异但尚无异状。然而，当他走上2楼接近阳台时，观众留言区瞬间刷起，后面有人。刚刚那是谁？而直播画面中，短暂出现一位穿着红色衣物、头发湿漉漉的女性身影，站在远处走廊拐角。幽界旅人当时并未察觉，仍自顾自讲解传说内容，但他的无线麦克风在那一刻开始出现沙沙杂音，声音扭曲，时断时续。数分钟后，阳台摄影机突然黑屏，接着出现杂讯画面，仿佛有人贴近镜头深呼吸。当他结束直播准备回收摄影机时，惊愕地发现阳台摄影机竟然少了一颗固定螺丝，设备歪斜朝上，如同被人硬生生转动过。事后他回放影像档时，发现那台摄影机最后记录的影像中，有一双脚赤裸、沾湿，慢慢从阳台边缘移动经过，却没有上半身的任何画面。他将这段片段剪辑后上传，但短短2周便因不明投诉与版权争议被下架。据说有几位观众在观看直播当晚失眠，甚至梦见红衣女站在自己床前，嘴角微笑，低语：“你也要来陪我吗？”此事件也让活鱼再次成为热门灵异景点，却被当地居民强烈抗议，希望外来探险者停止打扰亡灵的安息。故事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下次见。